大家好，今天是2023年2月2号。美联储昨天晚上如期加息了25个基点，目前利率已经来到 4.75%。当然，上一次这一根大跌的 K 线，我也是跟大家讲，个人 15K、16K 抄底的多单，并没有做平仓的动作，到今天还是选择继续抱。今天再来跟大家聊一下为什么选择继续抱，因为也是有看到上个月美联储资产负债表是在缩表了800亿。很多人搞不明白为什么资产负债表一直在缩，或者是利率一直在加，虽然是有放缓的迹象，50个基点上一次在这个位置，那这一次是在25个基点，有没有可能还是在区间震荡，就类似这个区间？我的观点是不排除一样有可能上去还是会有陷阱，你如果要做多短线或者是中线，只能等挖坑的位置。今天再来跟大家讲一下这个位置有没有可能类似21年8到9月份整个井喷上去，这边是有一个区间，上面有陷阱，下面有陷阱，真正的买点有可能是在破位的位置才会有买点或者是美联储资产负债表已经半年多了，我跟大家讲，你要去看空间这个位置下去69000，跌了1年多，那15000都是很好的低点，现货也是可以买。我的观点是到今天其实半年多一直在给大家唱多，那现在上来的话，我估计应该还会有高点，因为当时18年、19年，早在半年之前就跟大家讲，你要看空间不要去管它美联储是不是要缩表，这个位置它也是在缩表，一直到19年也是在缩表，一路缩表，比特币就一直涨，什么原因？因为它空间跌得够深那不然今天再来跟大家聊一下短线，你如果要再操作这个比特币，我也是跟大家讲了，我最近是没有在操作短线了，短线狗狗币也是一直在买，底部的时候 0.05 0.06 建议朋友们你要去买，因为21年的时候这个位置它是怎么上去的，那说明这个位置就是主力洗盘的成本区拉过去它有在跌破这个位置嘛，到后面上去以后拉回来，我也是建议朋友们你继续买，这个位置也在买，然后这一天的位置也是有在买，包括前段时间这个位置也是选择继续买，然后前面2天是跟大家讲索拉呢，我个人是卖了一部分因为上面有一个楔形，这个位置卖了一部分，补到了这个狗狗币，昨天本来一度还被套其实目前趋势还在你就尽量给我耐心一点，不排除有可能这个矩形的一个压力位，到时候去观察一下 0.1 附近会有一个压力区复盘之前可以订我们的 YouTube， 也可以我们邀请链接注册 BROK 返用 20%， 或者也可以加入我们 Discord 社群，上面有程序交易的买卖信号。我们先来聊一下美联储的资产负债表现在的一个规模是在84700亿，然后上一个月是在85500亿，等于是又缩表了800亿的规模。那整个资产负债表一直在往下掉，很多人搞不明白，池子里面的水，也就是美元不是已经越来越少，为什么它比特币会往上涨？那我之前有跟大家讲过，你去看一下这个位置这个位置是在18年 October， 我们看一下这是 December 嘛，12月份是在这个位置那之前美联储的资产负债表其实可以观察一下，它基本上就是在这一条线上横在这个位置开始往下掉，整个时间一直持续到19年，都接近10月份的这个位置才开始有一点拐弯的迹象。所以我当时也是跟大家讲，半年多之前一直建议朋友们你应该去抄底比特币，不要去管美联储会不会缩表，都已经跌的空间这么低了。那我们可以看一下18年它也是在这个位置，其实18年12月份就是在这个位置一个崩盘下来，然后这边筑底完以后19年到整个19年的10月份，我们可以观察一下是一路在涨这个位置是在7月份左右，反正这涨了多少倍都不知道，3000多涨到13000，所以我的观点是不排除比特币目前的走势就类似这个位置打底完以后一直在涨。那还有一个原因也是跟大家讲，你一定要去看空间很多人输钱的原因是为什么？大跌跌了1年多都不敢买，等到涨上来的时候，到时候看要不要去追，它又跌了，然后又跌下来，疫情爆发了这个位置疫情爆发，这是在20年的3月份，疫情爆发大跌也不敢买，等到涨上去了又要想去追，就是在乱做追涨，或者是又在杀跌的动作。特别是跌了1年多，或者是甚至2年，有大跌你就要敢大胆的进去买，
那现在整个中线的走势也是跟大家讲了有一段时间。我们首先来看一下，还是前面的这几个位置不断的在收上影下影。美联储昨天晚上是加了25个基点，但是我想跟大家讲的是，有可能这个位置还是会有陷阱啊，就类似当时的这个区间。因为什么原因？很多人也都知道，目前整个日线开始上去有背离了，但是背离它有没有可能马上这样子大跌？我的观点是不一定哦。它整个中线包括整个长线目前趋势都还在，背离你要遵守的前提还是这个趋势。趋势在的情况下，我今天来跟大家聊一下，当时21年的8到9月份，这边不是涨上去钝化以后，后面破位金叉也是下一个买点，再破位金叉也是下一个买点，然后呢，在这个位置它其实已经开始在箱体震荡，这几个高位都是矩形的压力区，会有高点或者是走成背离，一个背离、2个背离、3个背离、4个背离，都不知道背离了多少个。然后 MACD 指标吗？时差横柱一直放到几次都不知道，还是会有高点。所以想跟大家讲的是，如果短线要在操作，超短线你只能找这种低档的位置，或者是整个中线我一直在等。如果还要再给朋友们多单的建议，看有没有等这种破位的位置，就类似这个矩形啊。因为你可以看一下，它这边横柱放了1次、2次、3次、4次的位置才有这种低档，而且背离是1次、2次、3次，接近3次的位置才会有这种中线时差的低档。那现在的整个 KD 或者是 MACD 指标可以明显观察一下，横柱才放了1次啊。所以它不一定会这样子大跌下去，因为趋势是还在，你不要去管这个背离1次都不一定够，可能要2到3次甚至4次才会有可能有某一个高点，你要选择去做空嘛。当然今天早上程序在 Discord 社群里面也是有给了一笔空单的信号，我是建议朋友们有利好不要去做空，因为趋势向上，你做空是在逆势。真的在盘中看到这一个信号，真的这个位置是在哪一个位置？其实就是昨天跟大家讲的。我们先看一下这一根 K 线，它是一个空方吞噬。昨天是跟大家讲，它这一根下跌，马上已经遇到一根多底啊，这根 K 线就是一个多底啊，不同于以往的那一种空头的走势，可以观察一下，下跌，第二根重心在下移，第二根重心在下移。那前面的几个位置呢？比如说这个位置。一根空方的吞噬，它也是破了这个矩形的低档位置。第二根的 K 线重心在下移，就是说明整个趋势是非常的弱。现在根本就不同。我昨天也是跟大家讲，因为当时还没有收盘，建议朋友们去留意这一根大跌，它马上盘中就在这个位置波动，而且到收盘8点的时候都能收在这个上方，那这种就是一根多方抵抗的 K 线。当然它会不会大胆，现在是有利好，也是跟大家讲利好你不要去做空。30分钟虽然是给了一个信号在这个位置，但是也要参考趋势啊，趋势在的情况下一定不要去随便做空，因为高点有时候程序也不一定100%准确。然后我们来聊一下这个狗狗币啊，反正比特币整个大盘既然是在区间震荡，你要搞短线，其实找了很多品种，也没有什么品种可以搞，因为之前低位的时候，索拉纳也是在这个位置追，然后到这个位置短线卖了一部分，还有一些短线的资金，昨天是前面是在这个位置追的，当然有利润也没卖，然后昨天手机也是有看到它在跌，也是没有选择买。其实要观察收盘的 K 线当时这一根 K 线还没有收盘的时候，我不是有跟大家讲，你要去观察它收盘最好是能收在这个矩形上方。那你同样在昨天下跌的时候，你这种 K 线盘中是跌下来，你要观察它收盘，可以看一下它收盘是收在这个矩形上方。所以现在下方的这个矩形如果有真的再破下去，会不会这个位置是陷阱？我的观点是不一定有可能它在位置矩形震荡，也就是昨天视频跟大家讲的。它目前60的成本是在这个位置，现在还有1根、2根、3根、4根、5根、6根、7根，只有7到8根了。因为价格目前就是在这个位置很接近这个位置，马上要来到这个低点，所以你如果矩形拉过去，它其实就是在这个低点，只要横盘没有破这个矩形，当然盘中破可以，收盘没有有效跌破，
再回到这个局限。我的观点是，你如果真的还有资金，我个人是有备了一部分少量的资金。另外也想跟大家聊一下以太坊，观点也是不变，有可能都是在举行震荡，没有什么好复盘的。有低点就买嘛，有高点你要做高抛低吸也可以，就是怕担心它万一突破的话，你把筹码给它抛掉，那有可能错失的就错失。有些资金你就再等，下一次还有没有压回的位置。最后还是一样，可以订我们的 YouTube。